让你嫁给我们家阿德，我可以把全部的财产都给你，我的宅子，我的田地。 全都给你。这是和珅第一次真心诚意的想要把财产交给一个女人。为了让小月嫁入何家，和珅先是利用18格格撤掉了祝君豪的状元，及时阻止了他和小月的婚礼。之后又趁着乾隆寻找莫愁之时，唆使皇上下了一道圣旨，逼迫纪晓岚3天之内交出莫愁，否则就将小月嫁给丰绅英德。然而老纪抗旨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，不仅没有外出寻找，反而还让小月跟祝君豪一起离开京城，去江南隐姓埋名过普通百姓的生活。对于老纪的大恩大德，小月实在是无以为报，只能恭敬地磕了一个响头。随后他就满心欢喜地来到君豪家中。小月本以为两人会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，可是没想到祝君豪这个书呆子却怒斥他自私自利，只顾着自己逃走，而置季先生于死地。为了你和莫愁姑娘，季先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要抗旨欺君。你和莫愁姑娘则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我祝君豪算是看错人了。这顿痛骂让小月幡然醒悟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牺牲自己去从于何家的这门婚事，以报答纪晓岚几年来对他的恩德。随后，小月就立马来到何府，告诉和珅今天就可以拜堂成亲，这让何胖子非常感慨。他知道小月根本不喜欢阿德，可是为了纪晓岚，竟然不惜搭上自己的终生幸福。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家儿子，我要让他一辈子后悔，我要搅得你们全家鸡犬不宁。不把你气死，我不叫杜小月。对于小月的这番气话，和珅是一点也不在乎。为了让他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夫君，和珅当即带着他来到丰绅英德的卧室。一进门，他就拿出一道奏折递给小月，告诉他阿德已经请求皇上撤去了他状元的头衔。他要想赢得你小月，就要凭自己的真本事，而不是靠皇上恩赐的状元。这番话不禁让小月非常佩服。紧接着，何胖子又拿出了第二道奏折，让小月知道阿德为了赢得他的芳心，竟然要牺牲大漠。说着说着，何胖子不禁老泪纵横，痛哭流涕的哀求小月救救阿德，因为现在只有他能让阿德回心转意了。我现在不是以一个大臣的身份，我现在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求你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，和珅不仅当场保证此生再也不和纪晓岚为敌，更是要把他上百亿家产全都交出来，这让小月十分心动。眼见就要成功，老奸巨猾的何胖子突然话锋一转，告诉小月如果不愿意，他也不会因此心生怨恨，这更让小月摇摆不定。紧接着何胖子又打起感情牌，他若去了战场，我就为他押运粮草；他若负了伤，我就为他包扎伤口；他若殉了国，我也了此残生。就当小月准备答应之时，纪晓岚突然闯了进来，不等两人解释，他就强行把小月拉走了。没多久，丰绅英德就一身武装的准备去边疆征战，临行前请求祝君豪半年之内不要迎娶小月，等他建功立业后再回来一争高下。小月得知此事后，不禁为阿德的深情和担当所征服。当晚前去送别时，还特意将自己贴身携带的短剑赠予了他。而和珅此时还在御书房跟乾隆议论纪晓岚抗旨的事情。纪晓岚他这一辈子抗过多少旨了啊？现在他是有恃无恐了。人家说了，说皇上离不开他，皇上少不了他，朕离了谁都照样。看到乾隆一脸愤怒的模样，和珅当即从袖口掏出了一份草稿，表示他已经替皇上拟好了警告老纪的圣旨。没想到乾隆看后突然狂笑不止，这让何胖子十分摸不着头脑。乾隆这时也拿出一份草稿递给和珅，告诉他纪晓岚早就猜到了你和珅一定会落井下石，所以就凭着对你和珅的了解，也事先写了一份，没想到居然跟你写的一模一样。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太了解了。这纪晓岚还是比你和珅略胜一筹啊！和珅虽然非常尴尬，可是却抓着老纪抗旨的事情不放，要求乾隆严办。和爱卿这口气，朕一定替你出。如果明天纪晓岚还交不出来莫愁，也交不出小月来，朕一定收拾他，绝不手软。等到何胖子急匆匆地赶回家后，竟发现阿德已经随军出征了，于是又万分焦急地催促刘全赶紧去追。去哪儿啊，老爷？哎呀，安定门，快点！可是当他赶到城门口时，连一只鸟都没有见到。此时的何胖子真是万念俱灰。